阿康天天来这儿玩，怎么今日不见了？哎，站住！是不是阿康啊？你站住！打到哪儿了？疼不疼？无碍无碍。放开我！过来！放开我！果然是阿康。放开我！背后偷袭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放开！别动！给我站着！还给我！不给！还给我！阿康，我问你，平时你最乖巧懂礼，你为何今日要打我呀？还打那么重？亏得牡丹平常常给你们送衣衫和吃食，狼心狗肺。你是坏人！不要走！不要你的东西了！松手！松手！你为何这么说啊？你好海巫婆，我都看见了，你就是个大恶人。你怎知恶的不是吴伯？巫婆是顶好的善人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有肺痨热，慢点说话。喝点水，来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要尿这，要不是巫婆，我在发大水的那年就已经死了。你要害他，你就是我的仇人。阿康，我问你，你说的可是4年前洛阳那场暴雨洪灾？你真的是洛阳人？我是，那时好多人都染了毒株，全村的人没几个活下来的。爷娘和姐姐都被人圈住，只有我。那时巫婆的家人都已经过世了，她侥幸得到了药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偶然她遇到我，就把药都给我吃了，我才能捡回一条命。当年那场瘟疫，竟死了这么多人。阿康，我问你，吴伯当时是从哪里寻的药？巫婆说，是从一个商户的宅子里寻到的。商户可姓何？巫婆没说，但肯定不是。你为何这般笃定？当年毒株，并不是无药可医，只是那药材昂贵，需要一味稀罕的牡丹皮。都说城中最大的和氏药铺有这种牡丹皮，可是那药铺的店主却趁机哄抬药价，把丹皮全部都卖给了名门贵户。你是不是记错了呀？我没记错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爷娘带着我，还有全村的人，在药铺外跪了好几日，却被告知丹皮都用完了。可我分明看着他们捧着药包上了马车，那药包好看极了。我问你，那药包上印着什么图案？是云，是红色的云。我也盼着爷娘能得到一包云彩，可知道他们跪死在药铺门口，也没人理会。村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后山的空地都已经埋不下了，死了太多人，太多了。巫婆说，种牡丹的人见死不救，他手中的丹皮便与毒药无异。不是天灾害死了大家，和氏药铺才是杀人的恶鬼，是我们的仇人。别胡说！小岛儿子没胡说。别说了。阿康，当年吴伯救了你们之后，你们为何来了长安？是阿兄带我们来的。是蒋长阳？嗯。巫婆喂我吃了药，夜里我迷迷糊糊的醒来，竟看到他上了吊。我
兄及时赶到，才救上了他。阿婆！那晚，吴伯哭了很久，阿兄也劝了很久。阿兄告诉我，以后我便是吴伯的孩子，只有院子里的兄弟姊妹平平安安，吴伯才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此花的根皮能清热凉血、散诸痛，配以知母、黄柏、生地入药，可解肺脏潮热，正是此役最需要的药材。咱们种的冰晶牡丹，万里难寻，最是名贵。在这灾祸之时，一株便价值千金。我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，母亲的为人我最清楚不过，她绝对不是如此狠心之人。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我母亲懂药理，若是被人下毒，她定会有所察觉。可她直到咽气都没有提及此事，为何银娘会知晓呢？我要回趟洛阳。来了。怎么，我还不能进这个家了？那你这是何意啊？那我们的交易不是在长安已经谈妥了吗？你想反悔啊？我来洛阳是找我父亲的，与你无关，让开。可你既与何家脱离了干系，就应该安分守己，别再来找家主了啊，行吗？牡丹，真的是你啊？怎么回家也不提前来个信？就是，快进来！来，陈年旧事，怎么如今忽然提起啊？当年你们只是跟我说，母亲是突然病倒，却无人告诉我，那是中毒所致。牡丹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母亲并非……父亲不必再隐瞒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那是吴红所为。你怎么？前几日你说回家探亲，实则你去了长安和牡丹见面了。你是在怪我吗？你也不看看何家，现在都快让人搬空了。那牡丹既是何家女，帮衬家里又怎么了吗？谁让你自作主张？牡丹，为父不知道那是你的钱帛，2年之内，我一定悉数还给你。还什么还？为什么要还？你闭嘴！牡丹她作为何家女，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，何况她现在腰缠万贯，你是没看到，她这个店主那当的是风生水起的，就这么点子小钱，岂会看在眼里？你住嘴！我，父亲，我今日前来，并非是来要钱的。若非姨娘告知，恐怕我也无法查到当年之事。你查到了多少？很多。当年洛阳疫病肆虐，母亲种植的冰晶牡丹可以救人命。父亲，你们当时是不是将丹皮卖给了高官权贵？我来的路上一直在想，我从小到大敬仰爱戴的父母，怎么会是那种贪得无厌、见死不救之人？不，你不能这么说你母亲。这件事，她并不知情。什么意思？
将丹皮高价出售的人是我。你母亲并不知晓那批药材的去处，是我告诉她，我把药材发放给了染病的百姓。为什么？就为了趁着天灾赚更多的钱帛？当时疫病凶猛，高官权贵人人自危，是他们逼着我把全部的药材都卖给了他们。可当年水灾后，百姓们饮水饮食受了污染，这才引发疫病。而贵人们整日待在府中，吃食用物金贵洁净，怎会轻易染病？那些个贵人哪管这些？外出采买的下人，但凡有1、2个染了病，他们便吓得惶恐不已，恨不得宅中备上几百副药才能安心。明明身子无恙，却囤着药材不用，也不肯救人命。父亲当初竟然会答应这门生意？为父只是一介商户，惹恼了权贵，他们便会查封我们所有的店铺，到时候你和你母亲也会受到牵连。牡丹啊，我不敢冒这个险。所以当时您就瞒着我们。你母亲生性慈软，只爱侍弄花草，已尚处年少，这种事告诉你们也只是徒增烦恼啊！我不能让你们母女跟着我受罪，我于心不忍。那母亲后来知晓了，是吴红告诉她的。灾祸平息后，曾有人扮作菜农混进家中，你母亲同情他，给了他些吃食和钱帛。这个人便是吴红。怎会如此？若是按时服药，不出几日就该好转。这名贵的药，只有高门大户能吃得起。我等这样的贱民，怎配销售？何氏药铺的丹皮，都是无偿分发，有何高贵低贱之分？无偿，夫人，你对此药的价格，当真是一无所知吗？难道我的丹皮被高价卖给了患病百姓？若能高价买到也罢，你那些药根本不会卖给寻常百姓，而是送进了高官权贵的府中。怎会如此？这救命的药一包难求，正是个发财的好机会。看来，那何店主也没有告诉你实情啊。外面早已尸横遍野，若是半月之前，何家药铺前确实跪满了人，从早到晚不停地磕头，只求一包药。可如今，那些求药的人早已下了黄泉，在那些冤魂当中，就有我的一家老小。这半月来，我在贵人们的府外晃了个遍，却始终无人理睬。今日若是何店主在家，恐怕也会把我赶走。因缘际会，偏偏让我遇到了你。我在茶里下了毒，夫人，报官吧，要杀要剐，听凭处置。命运弄人呐！我本想为我的家人报仇，可谁知你作为这药的源头，却对此事毫不知情。
你不必找人请我是不会跑的。如今我已孑然一身，也无意苟活于世了。这是最后一点冰晶牡丹的根皮，不知此刻还有没有人需要它？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你走吧。你不报官吗？水滴清月色浓，流淌成炙热长河。欲言未须红尘过，芳华自定路漂泊。蓦然凡尘锁，七岁素颜忘采，笑看风雨泛真爱。花开傲骨映天色，不凋落，莫负流芳斑驳。原来当初那场大火并非意外，而是母亲亲手。你母亲叮嘱我瞒着你，但我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察觉的。